驯兽师雷恩因为太过无能被逐出勇者小队，而在雷恩离开后，没了金牌辅助的勇者小队开始接连碰壁，最后巨人又找到雷恩，想让他重新归队。勇者眼高一顶，找雷恩回来也只是为了继续压榨这个好用的劳动力。在他们心中仍旧认为雷恩是个废物。雷恩原本的好心情因为勇者小队的到来被破坏，勇者以为只要招招手，雷恩就还会和以前一样任由他们使唤。雷恩选择了无视，倒是奏和塔尼亚不淡定了。这几个崽种就是欺负雷恩的勇者小队。勇者仔细一瞧，吓得眼睛都瞪圆了，这里怎么会有两个最强种族？听奏说他们和雷恩是同伴，勇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雷恩又在当跟班，搞得奏一脸莫名。雷恩明明是他们的主人，勇者我不听，雷恩这个废物怎么可能驾驭最强种族？雷恩问勇者到底要干什么？果不其然，是因为这几个废物探险失败了。雷恩离开队伍前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关于迷失之森的，迷失之森的路会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改变，让人远离目的地。没有了雷恩的辅助，仅凭他们4人能带的物质有限，只待了1周就迫不得已结束了探索。勇者想请雷恩帮助他们，毕竟雷恩作为驯兽师，驾驭野兽、探索森林和运送物资手到擒来。雷恩被这高傲的态度搞得一肚子火，明明是他们赶他走的，遇到问题了又回来找他，当他是什么？而勇者小队其他成员都是一副高傲的欠揍的嘴脸，好像那位勇者付出是多么了不起的事。雷恩果断拒绝，他绝对不会再被 KTV 了。一看好言相劝不成，这群人居然又用上了道德绑架。在迷失森林的深处，有着讨伐魔王所必须的宝具之一——真实之盾。拿不到宝具就无法打败魔王，到时候魔就会充斥全世界，城里的平民都会遭殃。雷恩心善，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家乡的悲剧重演，只好憋屈答应归队。勇者小队仍旧没有丝毫的感激，反而觉得雷恩磨磨蹭蹭浪费时间。雷恩亚萨习惯了，可不代表奏和塔尼亚是这样。既然雷恩决定要帮忙，他们不会反对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勇者必须要给雷恩诚心道歉。当初赶走雷恩的是他们，现在又回来求人，最起码的态度应该拿出来吧。简而言之就是给老娘跪下来道歉。勇者当场发疯，什么？居然要他高贵的勇者下跪道歉？开什么玩笑！勇者指着雷恩的领子，责怪他没有管好自己的宠物。就算最强种族也不是人类，不过是2只披着人皮的野兽，雷恩不会对野兽动心了吧？话还没说完，雷恩暴起，全将勇者揍飞。奏和塔尼亚都是他重要的伙伴，就算是勇者他也照打不误啊！憋屈了这么久，终于爽了，舒坦。勇者捂脸狂怒，雷恩区一个驯兽师居然敢打勇者，于是当场拔剑，就让他们2个小队来一决高下吧！来了，爷最爱的打脸剧情来了。奏对战重剑士，重剑士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奏的拳头就已经落下，又快又重，让他只能被动防御。奏边打还边嘲讽，就这水平还当勇者？重剑士愤怒地挥出秘技爆裂剑，被奏一脚轻松踹飞。这个是连钢铁都能破开的绝招，居然被这个小丫头像弹蚊子一样弹开了。奏更是杀人诛心，看他气势这么足，还以为是什么绝招，结果就这。中剑士慌了，强装镇定说自己还没使出全力，接下来才要动真格的。奏一听你要全力以赴呀，那我就拿出5分力来对付你好了。中剑士被一只猫吓得那剑手都在颤抖，刚刚奏居然连5分力都没有出，他是绝对不会有胜算的。他不明白如此强大的最强种族怎么会听命于雷恩那种废物，那当然是因为雷恩比他们这种货色要好上太多了。奏一脚踹出，中剑士当场昏迷。而另一边对战魔女和圣女的塔尼亚可不会像奏一样客气，就算2人懂得上千种魔法，施展的力量有多强，都被塔尼亚一个响指消除，他们的魔法根本不会起作用。不管2人怎么尝试，最后的结果都没有丝毫改变，直接给2人整不自信了。而塔尼亚也没有轻饶他们的打算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魔法。塔尼亚超为其手以示尊重，随着一段晦涩的咏唱，铺天盖地的法阵在空中张开，巨大的陨石朝2人砸下。当然塔尼亚只想吓唬他们，而堂堂勇者居然还真的被当场吓晕了。雷恩的对手是勇者艾利欧斯，在血液毕竟是个勇者，艾利欧斯的剑士天赋确实惊人。天选的勇者明明应该是无比危险的强敌才对，但是雷恩却一点也感受不到和塔尼亚战斗时的危机感。原来勇者也不过如此。雷恩拽住艾利欧斯的手腕，对着肚子就是一拳。艾利欧斯突然感觉到雷恩的动作和气场都变了，这就是他所看不起的驯兽师的力量。攻击的威力是和奏签订契约后获得的，而他作为驯兽师一直在训练自己看透目标的能力。从之前开始，他就一直看着艾利欧斯的战斗，早就摸清了他的攻击方式。现在艾利欧斯的攻击对他不起作用，而他用猫灵族的力量加持，这样下去艾利欧斯必输。即便没有了剑，艾利欧斯也不慌不忙，因为他还有勇者的专属魔法。虽然雷恩也有塔尼亚的魔力加持，可以凭借初级魔法抵消艾利欧斯的攻击，但是他只会火球或治愈术，面对艾利欧斯的秘技魔法攻击也是很吃力的。不过雷恩从来没想过要在这上面取胜，就在艾利欧斯准备一招了结雷恩之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麻痹了。雷恩早就在对战过程中驾驭了阿尔丰，趁机给艾利欧斯下了毒，这就是他看不起的驯兽师的力量，让他输掉了比试。雷恩捏着拳头逼近艾利欧斯，他要为侮辱奏和塔尼亚付出代价。
在艾利欧斯惊恐的叫喊声中，雷恩一拳砸下，拳头擦着艾利欧斯的脸，在地上砸出深坑。艾利欧斯当场吓晕，被胖揍一顿的勇者小队终于肯跪下道歉，他们之间的恩怨就此勾销。下面进入正题，密室森林深处的魔物持有着真实之盾，雷恩的任务就是帮勇者把盾拿出来。佐和塔尼亚非常不满，为什么他们要帮那种杂种？毕竟只有勇者才能打倒魔王，而真实之盾又是必须的。密室森林中阴暗潮湿，地形如同迷宫一样复杂。雷恩召唤了一只小鸟，和鸟通话后到上空观察地形，很快就找到了一条通往森林深处的路。但他们明明走出了很长一段路，最后居然又绕回了原点。空中的路线是和其他鸟类分享的，绝对不可能出错。也就是说，这座森林可能被设下了机关。塔尼亚用魔法追溯了森林魔力的本源，三人来到了一棵古树面前。密室森林以这棵树为中心，都被设下了幻觉魔法，所有进入森林的人都只能在结界之内原地打转。塔尼亚让邹把树打断，这样魔法就会消失。虽然结界也能解开，但是要耗费许多时间，到时候那群勇者一定会嘲笑雷恩。邹正准备动手，大树里突然传来声音，让他们速速离去。紧接着，一只精灵出现在几人面前。精灵族是最强种族之一，魔力在龙族之上。因为和砍伐森林的人类起了冲突之后，精灵族就隐居到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已经从众人事件中消失200多年了。而且精灵族非常讨厌人类。雷恩试图和精灵萝莉交流，但不管他怎么说，精灵都只有速速离去4个字。见雷恩不肯离去，就要发动攻击，吓得三人一溜烟就跑走了。精灵按理说应该是温和的种族，不会一言不发就袭击，更不会在人类面前现身，恐怕是因为他们接近了结界，因为邹要打断树，精灵才出现的。邹觉得奇怪，不是说森林深处有着拥有真实之盾的魔物吗？精灵怎么可能协助魔物？不打破结界就无法前进。塔尼亚计划他来缠住精灵，让邹去打断大树，但雷恩还想再和精灵谈谈，他不想用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于是雷恩再次出现在精灵面前，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敌意，只是需要去森林深处一趟。作为驯兽师，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况再平常不过，只要真心相待，就一定能理解彼此。见雷恩面对攻击居然真的不闪不避，精灵难以理解，雷恩真的是那些夺走破坏他们住处的人类吗？雷恩只说人类并不全都是那样的。精灵一咬牙继续发动攻击，但是绝对不会被迷惑的。邹和塔尼亚一把推开雷恩，拦在精灵面前，为雷恩据理力争。2个最强种族现身说法，这才让精灵停止了攻击。得知雷恩要去森林深处寻找真实之盾，名为索拉的精灵表示结界无法解除，因为结界隐藏了通往精灵村庄的道路，他不能让同伴陷入危险。而且森林里根本没有拥有真实之盾的魔物，因为盾是由精灵族保管的。索拉爽快地拿出真实之盾送给雷恩，虽然人类很可恶，但魔物更加不可原谅，而且这本就是现代勇者和精灵并肩的约定，居然这么轻易就拿到了真实之盾，雷恩感觉有点不太真实。这样一来，委托就完成了。邹和塔尼亚忙着回去打脸，但雷恩发现索拉的神情非常失落，他敏锐地察觉到索拉有什么难事，他们或许能帮上忙。在雷恩3人的温柔劝慰下，索拉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有一个双胞胎妹妹露娜，2人的性格截然不同，但是感情很好。密室森林的结界一直是由她们姐妹俩管理的，这是非常无趣的工作，但是和露娜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。那天他们有事办，所以离开了结界，结果却遇上了自称魔王军的暗影骑士。暗影骑士只是 C 级魔物，但是却有完全免疫魔法攻击的特效，所以雪克擅长魔法的精灵族，他们不敌暗影骑士，露娜被抓。暗影骑士用露娜要挟索拉解除结界，索拉无法让同胞陷入危险，跑回精灵村庄求助，但是精灵长老却要放弃露娜。露娜一个人的性命和全体精灵族的安危相比微不足道，索拉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但他还是无法放弃露娜。得知事情的经过后，雷恩温柔地安慰索拉，救出露娜、打败暗影骑士的任务就交给他们来完成。